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。中国的工信部最近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，说要求所有没有备案的 App 都不能够提供网络接入服务。如果一个 App， 中国人叫 APP， 如果它不能够接入网络服务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废的。很明显，它的目的就是要求所有的 App 都必须要有这个政府的备案，也就是对所有的没有政府监管的这些手机软件进行全面清理。这当然一方面是对舆论对信息的管控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严重打击了这些互联网的科技创业。有多少人的生计是在依靠制作这些 App 或者销售这些 App？ 我们可以看一下网上有人就讲到说，有好几位码农都向国务院投诉了这个备案的新规。他说有一个朋友是独立开发者，个人能力很强，毕业之后在一家 IT 公司谋了份职位，这家公司还获得了天使轮融资，但是刚干了1年就收缩战线了，砍掉了很多业务。而这个年轻人他也被裁员了，他调整了一下自己，然后重振旗鼓，开始开发 App。 他本以为可以依靠这个 App 养活自己，并且当做未来求职的敲门砖，写了1个月的代码，结果8月初刚刚上线，突然新的政策就不允许 AI 相关的应用上架。不仅不允许 AI 相关的应用上架，结果工信部现在又出了这个新规，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，等于是不给他活路了。他说他的朋友都快抑郁了，但是在一个政治挂帅、政治安全大于一切的专制国家，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由必然会逐渐的萎缩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哪怕是牺牲一些经济的成绩，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他不可能既要又要，又想民间经济非常的活跃，同时在政治上又处于一个高压统治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两者只能取其一。今天中国就在逐渐的选择政治而抛弃经济，虽然这不是他愿意的，经济越来越差，只不过是它的蛋糕不能越做越大了。虽然蛋糕不能越做越大，甚至不断的萎缩，但是它至少还可以通过对内的调节、财富再分配来维持这个政权的稳定。这个现在是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割韭菜嘛。实际上它是一种内部调节，这其实是他在经济困境的时候做的一点调节和挣扎。中国经济上的不断下行和政治上的逐渐封闭，也导致西方的投资者开始越来越远离中国。我们可以看最新的数据，在今年的4到6月份，中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，就是 FDI， 只有区49亿美元，这比1到3月份的205亿大减了 76%。那么即使跟去年的同期相比，也大跌了 87%， 这是自开始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的记录，最早的记录还要追溯在25年前。而为什么会出现大幅下跌呢？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国际关系的冲突，而是外商在中国赚不到钱了，他们的利润下降所导致的。据统计，今年上半年大规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了 16.8%，而外商和港澳台的投资企业利润率也下降 12.8%。 利润的下降导致他们逐渐的撤出在中国的资金，把这些资金转移到其他的一些新兴市场。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，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所占的 GDP 比重现在仅仅只有 1%， 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，也就是外资对中国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，在经济上不那么重要了，而在政治上又有风险，那么当然要把你们都赶走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一直在不断的推出新的政策，加强对这些外资企业的审查和监管。他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在乎这些外企是否留在中国了，毕竟所有人都看清楚了，这个国际化已经走向尽头，现在已经变成自由阵营和独裁阵营之间的新冷战式的对抗了。而外资撤离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倒车的一个迹象之一，其实在中国的很多的私有企业、民营企业也同样遭到了巨大的打击。先不说那些逐渐倒闭的制造企业和互联网企业，中国的可以说是经济顶梁柱的地产行业现在也遭受到巨大打击。之前恒大暴雷，上万亿的负债让我们瞠目结舌。而最近中国的另外一个地产龙头企业碧桂园出现2笔美元债务利息到期无法支付的债务危机。碧桂园的这2档美元债分别有1000多万美元，可能有人奇怪，这么大的企业连2000多万美元都还不起吗？这说明他的钱用来还别的债了，也就是说他的债务可不只是这么少。
据说光今年到期的就有20亿美元他要还。有一篇网文就揭露了，说在2022年的年底，恒大的总债务为 2.44 万亿人民币，而碧桂园为 1.43 万亿，比恒大少了1万多亿。但是碧桂园的很多项目都是在3、4线城市，总共有3000多个项目，而恒大也只不过有700多个。也就是说，碧桂园未交付的房子要比恒大多太多了。而中国在解决不了经济结构的问题的情况下，只能想方设法的去挤泡沫，也就是限制这些企业的贷款。那么自然就让这些企业暴露在这个流动性风险之下，所以就导致一个接一个的暴雷。你现在就算稳住了房价，稳住了这个房市的泡沫，可是人们仍然买不起房，很多买了房的人还面临这个房子最后交接不了各种各样的状况。毕竟这些企业资金链断裂嘛，就像现在政府宣传忽悠这些香港人到大湾区买房去置业，结果烂尾了。他们被骗的不只是因为房子被骗了，是从根本的政治观念上面就被骗了，以为中国欣欣向荣，要走向民族复兴，大湾区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，早晚要替代香港。这些人就跑到大湾区，跑到深圳，跑到珠海，结果烂尾了，没人管。在香港经济再差，你房子至少不太会烂尾，烂尾了还有点保障。但是你到了中国这个毫无法治的一个国家，你这不是自讨苦吃，自取其辱吗？现在他们又跑回香港抗议游行了，批评中国的证监会行为失当，说上市地产老千横行，港人惨遭诈骗，血汗钱都没了非常的惨。还甚至引用罗刹海市，说对错模糊，歪风弥漫。这时候你终于知道中国没有法治了，这时候你知道中国处处黑暗了。你早干嘛去了呢？相信这些人都是支持香港警察镇压民主运动的，要求普选也好，要求自由也好，这些人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不把香港变成中国。结果还遭到这些爱国的香港人的痛骂，说他们是暴徒。好了，现在他们爱国爱成了苦主，爱成了受害者。我对他们真的没有多少同情心，就像他们也不会同情那些被抓捕失去自由的香港的年轻人。那么既然咱们讲到中国的经济，咱们就必须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，所以说不断给大家抛出各种各样的数据。那还没完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数据，就是中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，在7月份的时候同比下跌了 0.3%， 整体食品价格环比同比都有下降，其中猪肉价格大跌 26%， 蔬菜价格也跌幅有 2%。 CPI 的指数下跌变成负数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经济陷入衰退，说明已经进入通缩。为什么物价会下跌？因为大家不愿意去消费了，没有钱去消费了，那么整个经济就循环的越来越慢，甚至循环不起来了。这就叫做萧条，这就叫做衰退。如果我们懂点基本的经济学原理，就知道物价的适当上涨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，是一个国家在不断进步的一个必要的经济现象。但是如果你这个物价上涨太快，出现通货膨胀，钱越来越不值钱，那就会影响经济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 CPI 指数在下跌，平均物价在降低，这也不是件好事儿，说明大家没钱了，说明大家不消费了。所以我讲过，中国的经济必然是出现停滞的。中国政府把 GDP 都吹到了 5%、6%， 结果 CPI 指数居然还出现下跌的情况，这可见有地方出问题了，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要不然你的 GDP 就是造假的，很多的 GDP 的增长，这根本是没有生产力的和这个生产效益的，全部都是浪费。而中国可不是一直在加息啊，像欧美国家在加息，试图把物价指数降下来，把通货膨胀降下来，可是中国没有啊，中国是不断在印钱，在放水，在降息降准，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出现物价下跌的情况，那怎么回事呢？那说明它的真实的状况要比我们想象的和看到的这个数字严重的多。当然现在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认为可能会出现滞胀的局面，有人认为会出现通缩衰退，但是到底是哪一个现在还有争论，我们还要看这个物价指数是不是持续下降。但是至少我们就知道，不管你是滞胀还是通缩，都不是件好事儿，这都是中国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困境，而经济结构又直接涉及到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，它是不可能有脱胎换骨的改变的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他现在只能是像当年李鸿章说的，做一个泥瓦匠，修修补补，但是大厦将倾，谁也阻止不了。好，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，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，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